各位读者，大家好，我是 Daniel 王任翔。那我在几个月之前呢，出了《洗钱防治法：银行业实务挑战》这本书哈。那这本书出来之后呢，大家有非常多的讨论。那我也陆陆续续参加了一些分享的讨论会。那在跟同业或是一些先进分享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呢，大家对于 risk-based approach， 也就是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管理方式有非常多的疑问。那这个疑问呢，大概不外乎起因啦，就是RBA 呢这个东西呢非常的难以遵循啊，它有时候会讲得非常的模糊，好像是说我们银行怎么做好像都可以的那种感觉。那所以我今天呢就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理想的实务操作的方式大概会长成怎样。那我们先来谈一个比较大的风险管理的这件事情。那其实风险管理呢行之有年，一般很多学术的理论或者是实务的操作都有一些内容在市面上都可以找得到。但呢对我们银行业来说呢，风险管理呢会做得更加的成熟。那一般呢我们都会认为风险管理的模式是 Basel III， 也就是巴塞尔协定的自有资本管理的管理方式，也就是在计算那个资本适足率的管理模式。那这个资本适足率的管理模式呢，其实相当的简单。那我讲简单呢，其实是 simple 这个字，而不是 easy 的那个简单。因为Basel III 呢相当的不 easy， 但它蛮直观的，也就是说它其实说到底只是一个除法的比值了。那我们称为资本适足率。那资本适足率呢的分子是自有资本，分母呢则是各种风险性资产。那各种风险性资产呢，我们目前 Basel 会框出3个范围，一个叫做市场风险，一个叫做信用风险，一个叫做作业风险。那这个分母呢，分子呢要大于 10.5%， 也就是说我在承担风险的同时我必须要用资本来作为一个基础，也就是说我承担了太多的风险也不行。那这个多到什么程度不行呢？就是我的资本适足率低过 10.5% 的时候就不行。好，那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那个风险性资产的内涵，大概就有市场风险、信用风险、作业风险这3个。市场风险其实讲白话就是你的投资的部位很惨的时候会亏到多少钱。那信用风险呢，关心的就是当你的放款出去的客户都倒账的时候，很惨的时候，你会被倒多少钱。那作业风险就比较有趣了，因为它有点像是把一包东西包在一起的概念，里面呢可能有摘损有作业系统有人为的疏失啦等等。那这样子包在一起呢，其实会有2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好像是说呢，公司越大作业风险就越高，因为我们目前作业风险的管理的方式的计算的方式呢，通常都是用总资产或者是总收入的一个比例来计算。那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应该要有一点问号了。那第2个问题呢，就是内涵的部分了。那以现在这个时机点来说呢，我们把反洗钱这件事情看得越来越重，那是不是意思是说作业风险里面去包含反洗钱的金融犯罪的风险是不是恰当？这是我看到的第2个问题。那因为我在反洗钱的领域做了非常久，那我个人是认为啦，反洗钱这个应该要独立出来成一个项目，也就是说它应该从作业风险独立开来，而且它不应该假设公司越大它的反洗钱洗钱的风险就越高。那它应该要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往下一页来看。那这个画面呢，大概就是说即使我说应该要独立出来，但它也应该还是要用相同的管理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决定了资本适足率是 10.5%， 那比如说我假设我的自有资本呢是100亿好了，那以这2个定值来推算，我的
洗钱风险的曝险应该就是1000亿了。我们大略以 10% 来计算比较方便，比如说自有资本是100亿，那我的适足率是 10%， 也就是说我金融犯罪风险的曝险就要是1000亿。这一个就非常的直觉了。那我要怎么从红色的这个字推回去我洗钱所关心的构面呢？那简单的方法来说，就是假使我今天设定风险胃纳，国家构面是10% 好了，中间来看10、50、10、60，这个是我虚构的一个数字，但原则上是相同的。就是说当我今天呢发现了，在我的放款出去的客户当中呢，有2个客户他的注册国家在伊朗，有1个客户他的注册国家在北韩。那我们知道伊朗跟北韩都是洗钱或资恐的高风险国家。那我发现2家注册在伊朗的公司呢，它的放款出去的放款余额是800亿，那1家在北韩的公司放款出去的余额是300亿，加起来就是1100亿。1100亿呢，其实就已经远远高过我们刚刚用适足率所算出来的风险性资产的值是1000亿了。那其实呢，不管这个构面，其他的构面也是一模一样的操作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产品构面、客户构面还有通路构面呢，也都是相同的管理方式。我可能经过我的风险胃纳还有 IRA 的结论去看到说，我在通路构面呢发现了非临柜交易很有可能是造成洗钱风险的可疑交易的来源了，所以我去设定一个 60% 的非临柜交易的占比，那其他的也是一模一样。总而言之呢，我这个黑色的风险胃纳呢，最终都要导向我的洗钱风险的资产呢在1000亿以内，那这样子风险胃纳就能够达成了。那再往左边的图面走呢，我们就会发现那我要如何去定这个风险胃纳或构面里面的贡献的因子呢？其实也很简单当然主要呢就是从过往的资料去累积了。那我们目前呢有通报 SAR， 就是可疑交易，还有申报资恐统计。那我们从这2个资料呢去看呢，或许会发现我国家构面里面刚刚提到的注册地会可能造成洗钱的风险，但我统计之后发现或许跟注册地或国籍没什么关系，那可能我的洗钱风险的来源会是客户的营运地或居住地。那我再反推回去往右边的构面来看，我可能在国家构面里面我就不会拿注册地来当我的风险因子了，我或许就拿客户的营运地或居住地来当洗钱风险的因子。那这样子一套从左到右，从下而上，或反过来从上而下，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去定你的风险胃纳，还有你风险胃纳的走的模式，这个就是我心目中最好的 RBA。 好，那顾问呢在为各位做 IRA 就是全行风险评估的时候，至少一定都要做到这样子的一个流程，这样子的一个模式。那评定它好不好呢？我觉得至少要评估2个层面了。第一个呢，一定要提供给各位一个能量化操作的作业基准。第二，这个作业基准是要能够在明年也能用，后年也能用，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套一句我们最近经常流行的一句话，其实这个就是科学 ，It's science。我们任何的事情呢，一定要可重复操作，可供遵循，这样才是一个好的模式。好，那相信大家呢看到这边呢，应该能够对我们的 RBA 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了解。那希望大家在执行 RBA 的时候呢，能够听完这一套，能够比较有信心的去做、去执行。那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整体的洗钱防治的作业做得更好。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或是想要更深入理解呢，
也欢迎大家来我的部落格，叫做丹尼尔公生球。那 Facebook 也有，那网站的话呢，就是大家可以用 aml.watch。谢谢大家。